Hello，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那说远不远，说近不近。老实说，来了10年，对不对？差不多10年。在今年之前的9年时间，我们是只去过了一次。对，只去给他朝圣过了一次。只朝圣过一次。对。好，那身为我们地主，怎么讲？就是住在这个村落的这一区，居然都邻居把它忽略掉。对，因为它隐身实在是很难去发现。对，它的外观，它的坐向，对，不在一般的大路上面，你可以明显的看得到。对，那这个这么神秘的地方，我们今天到底要带大家去哪里？对，卖个关子嘛，卖个关子。因为我们走着走着就要走。对，走着走着就要到了。很近，真的就是邻居。对，真的是邻居。那我待会也会讲一下，我们为什么今年开始比较密集的来这里朝圣对不对？那不过你也可以看到，近期其实很多店面都关了对，像我们的便当店也是给收了。对，本来真的这个机车行搬到这里来。对，那现在这个便当店就便当店收。巧遇邻居，怎么那么巧？你好啊，拜东西都没拿就对了。好，我去拿。对。我去拿，那你们先继续走，我去拿，我过去找你们。我们先在楼下拍一下，我们等下过来。好，我们先讲解历史。那因为要拜的东西忘记拿，对，我们请小帮手回去拿。对，好不好 ？OK。那林心第2声有进去吗？有。好 ，OK。那这一间本来是个脚底按摩店这一间对。对，那它空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嘛，整年的疫情也都没有出去。那后来这个现在就是一个酒吧咯。对。晚上听说生意还挺好的。还蛮好的，它里面还可以看运动赛事。所以有时候人潮还蛮多的。可是运动赛事不都白天在拍，都白天在活动。对啊，这边还蛮多人来的。好，那导演，我们这边是不是也做的？导演。色古香。对。做的挺有特色的，对不对？这边也蛮多人会来这里拍照。那因为其实这一条大概兴起是大概5、6年前观光客比较多的时候，才开始热闹起来。就没想到一个疫情爆发之后，就又开始就整个稍微踩了个刹车这样。对。然后有些店家也收了。对。那我们走着走着，其实今天要朝圣的地方。已经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到了，对，但是出来在哪里？但是你是不是很容易忽略它？对，到底在哪里？对啊，这里有没有景点？其实就在这里。对，其实就在这里。对，小心哦，导演请小心。对，外面就是马路啦。好，来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南京西路。那这个就是公车法主公庙。对。其实我们住在这边，就连邻居都很容易忽略掉，因为它下面就是马路。走过去就不对啊，就不晓得。但是这个是有典故的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导演带我们来安全的地方？刚刚看到是背面哦。对。那现在这个是正面。是。那边等于它的北面，然后这边是南面。对，然后后来它原本其实是整个跨足到这整块的，对不对？整片啊。是。那我们可以从这条巷子回头看一下，其实法主公庙，是1到5层楼。对。往上一层一层的堆叠上去，其实还是挺壮观的哦。对，2、3、4、5层。对。那我们边来法主公庙，我们边介绍一下法主公庙的历史。还有什么典故？为什么我们今年特别的密集，想要来法主公庙？好哟。那事实上，法主公庙
是在这个清朝同治年间，对，那它是茶商的守护神，是，那很多产业都会有所谓他们自己的守护神，对不对？是。哦，那例如说，我们前面就一台车开过去了，对，我没有。例如，例如说，就像警察的话，就是关公嘛，对不对？如果出海捕鱼的话，就是妈祖嘛，对。那其实在这里大稻埕兴起的时候，其实当年的贸易往来之间，其实茶是占着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产业。对，所以以茶贸易为主。对。所以我们这个大稻埕这边呢，就奉法主公为茶神。那事实上到了1787年的时候，大稻埕发生了一个严重的瘟疫，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是那个 COVID-19 那个时候其实没药医，没有什么疫苗这种东西啦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后来他们这个茶商，因为就是请了这个法主公来镇压当时，因为想办法找医生没药医，找这个各种信仰，那最后找到了法主公，结果法主公却平定了这整个瘟疫，对，所以他们就开始集资，在1787年的时候盖成了这一片的法主公庙，对。但是呢，1878年，你是不是很厉害？记得相当熟。对。那但是1878年到了1968年的时候，因为台湾政府要道路改建，台湾全市拓宽道路，所以必须把南京西路这一片，本来法主公我相信以他现在每一层楼供奉的，不管是佛教与道家，这一些尊神。那我现在它本来是一大片，但是因为要慢慢的把它集中，所以只能往上去盖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才会看到现在在1到5层楼的样子。对，这个再补充一下，这个就是当时候的那时候的年代的设计师，他设计成这样子。那他这就是法主公刚刚看到的这个，他也是台湾第一座是这种有电梯。然后中间下面可以给车子经过的，可以给车子汽车经过的。对。只是我们一直很纳闷，为什么它要背对南京西路，而不是面向南京西路？是因为要道路拓宽的关系。对，拓宽为什么不是向外？对，我一直觉得有可能南京西路是那条路是后来才设定出来的。后来才设定出来的。我记得他本来写说原本可能一直到天马茶行那边都是法主公的后殿，但却因为这个盖了之后，法主公的面积就只剩下了这边目前剩下前殿，他就只好就是对，他是讲到说是那时候是在1968年的时候，因为道路的拓宽嘛，是因为后面那一段后殿才先就是拆掉，对，保留前殿这边的位置，所以等于是它原本其实面向应该就是这边，是，OK，所以它整个方位是没有变的，只是它整个在往上发展。那往上发展是在1996年的时候，才就是在往上发展。那时候是李祖原设计师去做这个设计的。是，OK， 好，那今天我们来出外景。当然要先跟各位讲一下历史，但我们也要讲一下什么典故。我们今年来了10年，只有来一次过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今年10年才来过一次？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怎么惭愧啊，失礼啊！好，那我们今天同时也准备了一个非常符合，因为今天拜拜嘛，对不对？非常符合我们初一十五拜拜。对，我们现在初一十五就会来这边拜拜。好，那这个也是重磅级的，非常符合今天我们的主题。对，所以可能应该有一半以上人会不会猜得到这一支？我们对，只要你拿香拜拜，都一定会知道。冥府之路。冥府之路。冥府之路，因为我一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才学书浅，我以为冥府之路是那个冥府嘛，我会以为是西凉通往那个地狱的道路，结果不是，冥府之路是法国的一条街名。对不对？对，他们总部的总部前面的那一条，前面那一条，以那一条路为命名。我们一直用自己这个渺小的坐井观天的思维去衡量人家，这是非常的抱歉。好，原来冥府之路是他们这个总店的前面这条街的名字。对，然后后来我们的香水以后叫南京西路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南京西路。那你今天也
分然后别带一个。还有再一支是它后来最近这几年才出的这一支冥府之路极致版。极致版。对，那它原本这一支是淡香水啦，是，然后这一支是淡香精，所以我们想说，哎，也可以一起比较一下，给大家认识。今天在我们4个人一定可以做一个完整版的，前一代、第一代跟第二代的分析比较，好不好？让大家知道。那也非常应景的主题，介绍一下这个法主文给大家认识一下。是的。那我们是边喷，然后我们边讲故事，好不好？好呀。来，先从第一代好了，我们统一第一代右手啦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一代喷右手。第一代右手。来。这边。第一代是右手。右手。淡香水通常就是它的这个香精浓度会比较低嘛，哈，所以它的酒精相对的多一点，所以一开始喷的时候要稍微让它就是让酒精挥发一下，它的味道才会出来。花香跟焚香一直不断的带出来，对啊，这支非常好闻哎。其实第一代的冥府之路我只闻过一次，但是已经很久远，慢慢的有点忘记它味道，但现在。哇，我觉得那个焚香出来，今天主题真的是心情很平静，好像就是供满鲜花的这个寺庙的混合在一起的味道。对，供花供佛的是鲜花嘛？对，有花，然后也有香缭绕的感觉。哇，这个太拟真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对啊，而且它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很舒服、安定的一个香味。有，我相信如果我们一路拜到5楼的时候，再从5楼回头看这边，我觉得风景就像我们现在闻到的味道一样。是。好，那我们前调这个冥府之路淡香水第一代在右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试一下第2代。好的。第2代在左手。好，来试试看。好。正在看它的香调，等下来告诉大家它的香调。等它一下下哦。这反而比较有点绿感哦。对，冥府之路极致版。对，极致版。是，那我们先把它收回去。好。这一个可不可以大概先解说一下？好。它的极致版前调目前的感受是什么？我觉得它直接讲它2支的香调其实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它的表现就是说它应该是说它的香材的那种组合，A B C D 加到 G 之类的，10种或者是10几种那样子加，是组合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它可能比例上有蛮大的差异。极致版我觉得它的那个木质调，还有它的那种就是后调的木质的香气再更浓厚一些，是对。然后你会发现，我在我身上就是淡香水的味道，它的花香比重再多一些。对，对。那老帮手说一下好了。我觉得极致版就是像我刚刚喷一般版的时候，会觉得是花跟粉香的感觉。这个极致版呢，就变成是像。就是新鲜的木头跟焚香在一起的那个感觉，就有点像那个什么檀香木啊，或是的那个木头的那个呈现的感觉，对，是很不一样哎，这2支真的很不一样。我们的导演呢？我们的导演，应该是说，其实冥府之一开始的是淡香水，它的花香显比较重，对，但是极致版的话。它就是一切就木头就直接炸裂了。讲白话就是它的木材、木头的香味就非常明显，就是多很多。是，对。那我闻到的前调是，反而是绿调，然后再来木调，又出现的花调。有。我现在花调才后来才出来。对，它等于是它的那个。比重啊，木质调后调的那种比重，它的成分是再多一些的，所以你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可以让你很快就闻到。对。那
我觉得它一开始的绿调，反而让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去，因为它带点焚香嘛，我今天要去参拜的时候，我可能经过了一片绿园道，绿绿的这个花丛之间，矮树丛，清出了一条非常平整的绿毯子的路，慢慢的走进这个寺庙里面，那带出了古老可能100年以上的木头的这个神殿，你看不管它的柱子啊，或者是梁啊，都是非常有历史的这个，包含它被这个烟熏过的这种木头调，那慢慢的又花香调把它提得更出来。我觉得这个极致版，一开始我比较喜欢第一代的前调，可是后调我反而喜欢第2代的后调，中后调的变化，而且它转得很快哦。是，对。我们你说？对，我觉得2支都很好闻，就是完全不一样。夏日更清新版一点，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你喜欢，就是很强烈的感受，就是这一支淡香精。我觉得它的走法有一点，其实用的方程式都一样，只是几加几加几，那最后等于多少，事实上都一样。但是只是它的几加几是1加3加4，还是4加3加2？对，4加3加1的方式，最后等数都是一样，但是它的前后走法，我把它做一点变化。是。对，极致版就是还是非常浓郁。现在是，对我一直闻的极致版之后，你再去问这边就会但我喜欢比较淡、清淡一点，立刻炸出来，让你花香跟焚香一起出现那种，哇，立刻联想就是今天我们要去参拜这一个环境，对，即便现在很热，我们还是觉得非常的平和，内心平和的，很好闻。然后它里面还有。然后我们边讲满身大汗，满身汗这样子，汗一直流，不是对，而且然后因为它又有乳香，我觉得超级好闻。对，那我们边讲一下，我们边上去边讲一下故事啊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为什么我们今年会特别来认真的来拜一下妈祖公？是有典故的哦。那因为我们开始自从2楼开放了4香之后，对不对？那事实上，我们也一直在试图找1场跟2场之间，是不是有一个1楼的店面？对。那去年我们大概就看到了刚刚那个酒吧那一间。对，就是刚刚。那其实老板是有在信的人，就对了。那我们去找了老师来问说，这一个位置到底可不可以？那我对这一户的怀疑，是因为他在民国70几年的时候，他的4楼就是个屋主曾经有被那个意外，不是意外，他是被谋杀，然后被夺取财物。那这件故事呢，我是后来翻了这个报纸，我才知道有这件事。那因为我还是要先尊敬一下嘛，所以我先问了老师。人生需要有很多种的老师。那我们问了老师之后，老师跟我们说，这里这一户，我说前面的那个屋主还在吗？他说是不在了，已经没有在这里了。对，那会不会影响我们作业？他说是不会。他说可是他老是感觉到里面是不是有供奉神明，可是没有人在拜。我说没有呢，我去跟房仲看的时候，里面都空的，没有任何的这个神明。对。他说可是他觉得周边附近就是有神明，但是都没有人去拜。如果有去拜的话，你们的财会在这个神明底下，对不对？他会庇佑的。我就跟老师讲说，我们旁边有一个法主公庙，他说就是这个。然后他说，你们这边认真好好拜，在这里会有发展，会发展到超过你们的超乎想象的，会到下一个层级，对不对？是。那我就说，好，那我也跟老师说，对，法主公庙我们来了10年，坦白说只来了一次，其他全部都是走过路过，完全错过，然后直接初一十我们也是拜，我们就直接跑到那个延平附近的那个土地公，对，因为一般其实都说拜附近土地公。对。那老师也跟我们说，他说你们这个附近的，
就是假如说古时候这个就是个村落嘛，对，如果你们地方的庙宇都不去香火兴盛的话，因为他们一个村子发不发展，其实这个香火就是感受出这个村子发不发展。那其实你可以了解，你看从以前大稻埕发展的时候，那时候法主公拟平了这个瘟疫，可是后来像是不是大稻埕也没落了？事实上，我相信法主公也在这个时候就没落下去。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惜的地方啦。对。好，那我们要再过来一点，边上去。边上去。好，那也是因为这样子，我们才开始知道说啊，我们不仅要拜土地公，我们要认真的来拜法主公。对。那结果说巧不巧，讲个故事。那一天呢，这个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讯息之后，其实法主公我拜过一次，我知道他有5层楼。那一天直播的时候，我们找肥猫也要一起来过来，一起来拜。我们直接上楼好了。对。好。我们找肥猫要一起来拜啊。对。那天礼拜4晚上直播。对。结果我们拜完了土地公，那拜完土地公之后，又要来接着拜法主公。那法主公总共有5层楼。对。我偷懒的呢，只带了 Cindy 跟肥猫，还有不是，那一天肥猫没来，我那一天只带了 Cindy 跟就去来拜法主公。然后呢，拜了2楼跟3楼，我就草草结束，准备回公司了，因为公司要忙嘛。你要现在在讲完吗？对，现在这边讲，导演可以往这边。这边。对。漂亮。对。那我们开始往这个往2楼拜完，往3楼。那拜完之后我就收摊了。对，就收摊就结束了这样。知道其实没有拜完，但我只是第一次带他们来，我们就结束。但我们也不知道还有楼上。不知道。对。但你知道那一天很妙，大概4点拜完哦。我回去我脖子整个酸痛，非常酸痛，我很少遇到这个情况。那我就觉得奇怪，到底为什么会酸痛？因为我很少会这样酸痛。没有颈肩就尴尬，然后就没有，台语就这样，怎么会突然这样？那我也上礼拜打球1到4也没有发生什么状况，就是礼拜4才拜完法主公之后就开始，一路到直播的时候，那我就心里想不对，应该是我没有带你们2个把这1到5层楼全部好好认真参拜完。结果呢，隔天呢，我就带肥猫，然后就带你们再重来这边，在1到5楼呢，好好的认真拜一次。就我拜完之后，我的这脖子就爽了，妙不妙？对，所以真的有时候不能够铁齿啊，是。没有，那时候我还跟你们说，那上面有玉皇大帝，你们不知道。对，我们上次拜到4楼、3楼、4楼，对，还不知道最上一层。对，好啊，那我们故事先说到这边，我们要参拜，那我们待会会切到那个说时摄影的模式，那我们也带大家边认识一下，待会见。Hello， 大家我们回来了，我们拜回来了。现在这个你看，就是5楼的风景。对，我觉得这一层楼的风景特别的好看，对不对？越高越好看。好，那我们是不是镜头前先走一下今天的主角？对，我们应该交换一下，因为我刚刚右手对，右手是淡香水，左手是淡香精。这支云府极致的淡香水，极致版的云府之路。来吧，这2支。有没有发现刚刚拜的时候，这个香味一直飘上来？对啊，因为我们一直在拜这个动作是哇，一直往上。对，但它其实说真的，它跟我们拜的这种香其实还是不一样的，对，味道其实还是不一样。说它是像庙里的味道有，但是它不太像台湾的庙的味道。对。那它是更加的类似比较像是日本的这种檀木香，
日本山上有一些寺庙是非常的清幽。对，我觉得它比较没那么热，它是比较凉意的那一种，好像在山里面的那一种庙宇的香味。对，那山上的庙宇是不是都有小溪流，然后还有这个小车，这个水车轮这样哗啦哗啦把这个凉感带上来这样哦。来讲一下冥府之路，淡香水后调给你什么感觉？后调在我身上呢，我觉得它就是花香已经比较少一些了。对，然后木质调的部分还是一样维持住，然后它的那个麝香啊、乳香跟这个檀木的味道都非常的融合，是很好闻。对，我刚刚有讲到乳香嘛，你有讲到乳香。那你女生用这一支冥府之路，你建议用在什么样的场合？当然不能只有拜拜的时候才用嘛。对，其实我不会限定这支的味道场合，但我觉得它就是一支让人家会闻的那种很镇定、很平静心灵的那一种感觉。对，像开玩笑说，我去年我们在我们台湾的鬼月7月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我们要拿这支出来，就是有那种很平和 peace 的感觉，而且又可以又应景，镇定你的心灵，然后让你不会感觉到害怕这样子。OK。对，反而冥府之路这一支让你有平静心灵的感觉。对，它反而不是像好像冥府听起来好像有点黑暗啊，不是，我觉得它是一支会让人家就是带来安定感的香水。是 OK。那冥府之路的香精极致版第2代后调在你身上是什么感觉？它就是花跟木都融合的非常好，就是它的花还是在我身上持续还是非常的明显。OK。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淡香水这支，它其实原本里面的花它就有野百合跟这个玫瑰，但是在某些人身上，他可能觉得它的玫瑰不是那么的明显，他有感觉到花香，但是没有玫瑰。但是极致版这一支，它的玫瑰我觉得它就表现得更明显。其实原本淡香水在我身上就有玫瑰的香味，但在某些人身上没有。那就我了解，就是有些人用这支没有那种玫瑰的香气的时候，他用极致版这支，因为它的后调在花跟木的部分都可以，就是都还是很突出，就很好闻。是。那你自己比较喜欢第1代还是第2代呢？我自己都蛮喜欢的，而且但是可能会分，就是如果要稍微做一个区分，就是淡香水会在夏季的时候喷，对，然后淡香精可能就是夜晚啊，或是冬季的时候喷。这个区分够专业。对，大概是这样。那我们问一下这个老帮手。那先讲一下右手淡香水的第1代。我自己稍微比较一下，直接做比较。我就稍微比较，就是刚开始的时候，淡香水的花香很明显，对，然后极致版的就是比较木头，我刚刚说比较木质香味，是。但是我觉得到现在变有点相反了，对，后面它的花香散去的时候，就反而就有点沉稳的木头的那个香味的感觉，然后这边反而是变成是花香反而开始变明显了，对，但是跟木质平衡，就像 Cindy 说的，平衡在一个点上。那反而会比原本淡香水的花香更在后调更浓郁一些，我的也是，反而有点像相反的感觉，对，走得很不一样。一个前调跑到后调，一个后调跑到前调，对，刚好这样。也可能是因为它极致版的持香比较久，所以到后面才整个味道再拉上出来这样。OK， 等于是后发先至哦。那你觉得男生在冥府之路这一款，你建议男生怎么样使用？在什么场合，或者是去做什么时候使用？我觉得淡香水蛮适合平常的时候使用，因为我觉得它一开始喷的花香会让你心情变开心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可能在你上班之前你就喷的时候心情开心，那到了你办公的座位的时候，需要一些沉静的感觉，它的后味就刚好帮你把心情沉静下来，好好专心在要做的事情上面。对，就有点这种。就是让你好像有点像你出院，让你整路的心情能够平稳、开心，那种开心，然后再进入到平稳，对，而不会说起起伏伏这样子。对，所以蛮适合就是上班每天上班的时候使用。每天上班你也很适合，对，是，是个工作烦躁的时候啦，或者是说压力比较大一些的时候。就拿出来喷2下。对，或者是心情比较郁闷的时候，像现在忧郁症、躁郁症也很多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
多让借他们来喷一下，对他们其实会就会转变了，一念之间是一念一沙丘，是不是？哦，对。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名府之路前调，这个香第一代淡香水版的前调，因为它一开始散出来的焚香跟花香就是非常的鲜明啊，你会觉得说哇，我怎么那么亮啊？对，那它会让你的心情不仅是沉稳，而且是变好，一个向上 up 的这种对一种状态哦。那既平静，然后可是又开心。那它后调之后到现在，我是木质调焚香多些，但它是花香还是持续的输出，还是在对。那它的第一代的味道是非常的鲜明，让你一开始就可以感受到。那反而是第二代极致版的香精呢，它是一开始我就讲到绿调带出来，很像你走在这个绿园道，然后进到寺庙，然后开始端出花供奉，那心情平静之外，我觉得它慢慢开始，你看到这个庙之间的这个梁与柱的那个木头带出来的感觉，那反而它的花香是有，可是这个花反而是比较在周边的花，比较不像是在寺庙里面供上的这个供佛供花的这个花，它是比较在四周围的感觉。这是我觉得第二代的花跟第一代同样是花，一个是第一代是端上前，一开始的时候就很明显，对，那这个第二代的花，它是在周边的花，在周边可以融入环境中。对，但是他们要表达的共通的点，走法不一样，但是共通的点是它的焚香都一直持续非常让人家舒服且平静的输出，这是一直都没有改变。对，那因为而且它糅合了那个花香跟乳香，所以它让焚香的那种感觉是很顺、很舒服的。是，对。那导演已经满头大汗了，那对，是不是让导演讲几句呢？导演觉得嘞？导演啊，导演是我，哎呀，没有，其实我自己之前有那个极致版嘛，对，是它其实就是花香，它就这一支嘛，红色的支，对，花香跟那个融合的非常的棒，对，那所以我是第一次闻那个第一代，所以应该说第一代的感觉就是它很稳定的木质啦，就一开始花香，但是我现在的花香 OK 啊，对，那等于说那这样子的话，等于其实我觉得两种感觉都是有点相近，但是呈现的方式不一样，对，那使用上的话，其实就像刚刚你们讲到，有时候就是心情烦躁的时候，或其实现在睡觉的时候也会喷一点，对，就入睡啦，很舒服，对，就是说这种乳香也是可以帮助，对，就是这种乳香啊、檀木，就是让你心情很稳定嘛，就你就知道很舒服，就像我们今天用这个名府之路，借由法主公庙，对，借由法主公这边来做带路跟介绍的话，其实大家求神拜佛，无疑不就是求了一个安定，对，安定的力量，对，它是一个无形的安定的力量，对，带的真好，跟这支真的是蛮符合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要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这支我用大概3-4年了，那我第1年的时候呢，就用了，看这水位看一下哦，是真的有爱，所以它是真的有这个有认真，真的有专家。那这个呢？然后这个是因为才刚半年前来，大概不到1年，对，也是有在用，这还好，这支比较用的比较少，是，厉害，就舍不得用，对，这支。现在是以后拍香水都要检查水位就对了，对，是不是真的很喜欢这样子？我们最后评分时刻，好，来，名府之路，1代跟2代，0到10分。我们分别给好了。好。第一代0到10，你给几分？我给9.5。第二代呢？10分。哇，所以第二代更喜欢，因为可能是其实我觉得2个调型是差不多的，只是他在说他第二代极致版，它相对就是在浓郁一些。是。然后它的整个。应该是说它的花香跟木质后面的这个乳香啊，还有这个焚香的部分是融合的持续更长的时间，所以我更喜欢。OK，所以9.5跟10分。那老帮手的第一代你给几分？
第一代我会给9.8。9.8哦，第二代9.5。哦，为什么？你比较喜欢？我比较喜欢那个，就前面那个鲜明的那个花盛开的绽放的感觉，然后再到沉浸的心情的感觉。对，我会更喜欢这个感觉。对 ，OK，好，那换我，我一代我给10分，10分，二代我给9.6分。哦，为什么？差了0.4分。那我还是喜欢前调，他一开始带出来给我的，不管是心情上的准备，或者是我即将仪式上的一个准备心，就是捧着一束花要去做一件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平静很重要的事情。对，那我觉得在使用上它，你也不用这么的严肃，但是就是它就是一个很轻松，让你随时都可以放松，心情有点小杂乱烦恼的时候，它就是可以让你稳定下来。对，那它特别带出的花香加焚香缭绕的那种味道，这个意境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我脑中出现。对，非常好闻。后调，那这个第二代的，我觉得它突出的是它的后调。后调就是它的焚香跟它木头，这个木头是已经烟熏过100年以上的这种木头的感觉。那花香是少了一些，所以我少了0.4分，因为我是花香挂的，所以我会少了0.4分的原因在这里。好，所以今天总的来说，我们的评分还有导演的要不要说一下？导演第一代你给几分？我的话，我觉得阿蒂仙这个冥府之路真的是很棒，所以1代10分，哇，1代10分，对，2代也是10分，哇，对，因为没办法，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以这个它的香材来说，不管它是前还是后，或是说融合起来，然后能够更持久，这个就是我爱的，对，所以2个都是10分。OK， 谢谢你。对，非常推荐给大家，还没有入手的，一定要赶快，谢谢你找佩姐买。谢谢你的双十国庆，双十国庆。那我们今天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，我们今天借由这个来到法主宫，今天正好是15嘛，拜拜的时刻，然后我们也想到这个主题来介绍法主宫，我们这边邻居做了那么久了，那也带着冥府之路，这非常有相关的话题来带入。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就像我们刚刚故事里面讲的，10年只来一次，对，然后到了发现说，哇，来这边这个非常不尽礼数了哈，就是觉得这个非常的惭愧。那我觉得地方庙就是靠我们邻居、商家们，还有这个村子里的每一个人，对，让它兴旺起来。对，所以慎终追远总是台湾人的一个良好的习俗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抱着这个沉静的心，好，到你的村子里。不论有土地公庙啦，或者是有什么庙呢，就走一走，就很像，我觉得这个神佛就很像我们的父母一样，父母总希望子女经常回来看看他们，对不对？不一定要久留，因为你们要忙，父母也不会耽误你。但是你记得，你忙的时候路过来跟这个爸爸妈妈打招呼，长辈打招呼，他们都会很开心的。对，我们拜到这个年纪已经不求什么了，就是我也不求，我只求遇到挫折问题有面对的勇气就好了。对，没有在求什么让我发财，我已经不谈这些事情了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介绍法主宫，也跟大家一起介绍，希望你走过路过，开始不要错过这个非常奇特造型的法主宫庙，介绍给你认识。冥府之路，下一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导演要小心，这个5楼那个手机掉下去就GG了。犀牛都不犀牛啊！对，犀牛会变灰犀牛。